宫廷玉液酒180一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奇变偶不变。我还要看一下先生。没有发现什么行走的50万线索。哎，等一下，什么是行走的50万？行走的50万，了解一下。据规定呢，公民举报间谍行为对侦破间谍案件起重要作用的，最高奖励50万元。间谍其实就潜伏在我们身边，他有可能就是你下班回家途中擦肩而过的一个路人。如果你在一些军事禁区看到有人拿着录像设备，形迹可疑，或者是连续在网上发表不当言论，那么很可能就是行走的50万了。那我发现了，该如何举报呢？第一是拨打全国举报热线12339，第二是登录国家安全举报受理平台进行举报。让我们一起擦亮双眼，一起寻找身边行走的50万。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对中国人来说一直都是一个神秘的存在，但是最近几年呢，安全部这个国安部正在逐渐的浮出水面，走进大众的视野。刚才看的那个影片呢，就是之前开始他们制作的一系列的节目和新闻内容，都是在宣扬国家安全部要给中国人民发奖就是只要你能够举报成功外国间谍，就给你50万人民币的嘉奖。所以很多人都开玩笑说，只要见到这个政治观点不一样的人，都说他们是行走的50万就是可以随时去领赏，把它出卖或者把它举报。那最近这2天，国家安全部还专门注册了一个微信公众号，7月31号发了有史以来的第一篇微信的文章，叫做防间谍需要全社会动员。这个文章其实在加强之前推出那个50万嘉奖的政策。这篇文章讲了2个重点，一个就是反间谍的工作需要全社会的配合，要公开工作跟秘密工作相结合，有专门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就是有专业的团队，但是同时也要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充当国家安全部的线人。而且呢，他还说增设安全防范一章，就是要求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都要有这方面的责任如果出现问题了要追责就是你这边如果有人是间谍，那你这个企业、你这个团体也要受罚。而且文章中特别提到了就在今年通过的最新的反间谍法的修订案。当然这篇文章当中还有很多具体的措施如何的通过宣传让大众都了解防间谍的重要性，而且提到说现在的形势严峻。他为什么现在提到形势严峻呢？害怕有间谍或者潜在的间谍。当然这个间谍是真的外国间谍还是内部的反对声音，这个对他来讲并不重要，他故意的要模糊这两者的之间的界限就是哪怕是你是中国人，你对这个党国有意见，他也可以给你扣上外国间谍、境外敌对势力的帽子。所以说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他是在打压异己，消灭所有反对声音，或者是打击反对力量。中国在搞极端防疫政策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了。当时我们就提到过，就是他搞的这个全民防疫，什么网格化管理这个防疫当中用到的这些发动群众，然后互相举报，然后从上到下把公权力渗透到最基层的部门，这一套做法它是以防疫为目的的，对吧？之前我就讲了，其实它的目的是加强这个党国体制对人民的监控和管控，等于他通过一个非常极端的防疫措施在训练把人民制服，把社会控制住这样的一个能力。现在好了，没有防疫的工作了，不需要做防疫的了，他摇身一变变成什么？抓间谍、反间谍，对吧？当初防疫的时候说全社会动员，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有媒体的大外宣大内宣的配合，然后有基层公检法部门的配合，这是一个整体动员。他在提升他的动员能力，其实目的不是为了真正的什么消灭病毒，目的是什么？是维稳。今天看起来，这个所谓的反间谍的工作，他也要搞全社会动员。那动员的模式，他要利用的这个体系，那就跟之前的那个疫情期间防疫工作所需要动用的那个体系是一模一样的。之前已经训练过了，
已经有过预演了，已经操作过一遍了，这次只是再来一遍，把借口从防疫变成反间谍，抓汉奸就可以了。他们甚至用的词儿都是一样的，都是把它当做一种战役，我们在打仗。疫情的时候攻坚战，对吧？打仗。现在抓间谍也是打仗。但是我们想到，就说这些做法都是在紧急时刻做的，或者说社会不稳定的时候，这个政权不稳的时候才会去这么做，才会去这么说。疫情期间，疫情本身就是一个紧急的事件，对吧？是一个公共危机。OK， 那么再看过去，其实毛泽东时代，比如说1949年到50年代初期，就那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刚建立的时候是不稳的，对吧？是有很多所谓的反革命破坏的，这毕竟国民党的势力还存在一些零星的，在一些地方搞事儿，所以他那个时候社会不稳，所以也会说同样的话。1951年人民日报有个社论说警惕反革命分子的报复破坏活动，它里边就提到了说大力开展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觉悟，充分发挥群众的防奸除奸积极性，使镇压反革命的工作真正成为广大群众的经常工作。在群众和政府的密切合作之下，我们就能够趁敌人还在策划破坏行动的时候迅速破案，因而粉碎他们的一切阴谋活动。这个话听起来放在今天，把除奸防奸改成反间谍，这词儿一替换，完全适用，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初在49年建国的时候，建政的时候是不稳定的，他有一种恐惧感，所以他需要维稳。这种维稳是一种严厉的镇压反革命这是严打。后来我们看到疫情期间也是一个突发事件，对吧？他害怕这个疫情会动摇国本，所以出现了一大堆的大白，甚至还手中持有这个冲锋枪的大白。而今天的抓间谍呢，不是也同样的吗？这是在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他知道他有一种危机感的情况下会做出的反应。所以很多人说共产党非常稳定，共产党的权力非常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不会被推翻，对吧？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应该问问共产党为什么要这么做，对吧？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什么这个很紧急啊，很危险啊，从国家安全啊到金融稳定啊，他都说这样的话，而且都出现了曾经在特殊时期出现的那些宣传和政策，这就说明乱世将至了，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内忧外患，共产党恐怕要失去江山。那如果连共产党自己都知道他可能要完，那么我们外界还不知道吗？上帝要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而今天的中国从上到下都在逐渐的走入癫狂状态，不管是对外的关系跟西方的冲突，还是内部的监控、镇压、维稳，这都告诉我们时代要改变了。只不过呢，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现在还没到，不是他不会来。不管是行走的50万，还是反间谍法，还是各种各样的宣传抓境外敌对势力，抓汉奸走狗卖国贼，其实这种表象背后就隐含着一个要让人民群众之间的互动来维持政权的稳定，生怕人民团结在一起对这个共产党的执政不利。所以说这种做法导致这个结果就是试图去瓦解人民之间的互信，没有人再相信你的朋友，甚至你的家人了，对吧？毛泽东时代不是经常有这个孩子举报家长嘛，甚至邻里之间的相互举报，朋友之间的出卖，简直是天天都在发生，天天的上演。很多人是为了自保，就是哪怕你不说话都不行集体表态要批斗某个人，你能不说他坏话吗？你不说坏话的话，你就是下一个被批斗的对象现在就是你不举报这个间谍的话，那你就是间谍。其实不要说文革了，中国古代历史就早就有这样的，周朝的时候就有。我们知道有一个成语叫道路以目，就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原文是王义言，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就是周王越来越严厉，国人莫敢言，互相不敢说话，只能用眼神来交流。因为谁要互相说话了，那别人可能就举报你，说你们两个在妄议中央那就叫杀头之罪了。今天习近平不准人们妄议中央，不准人们去谈论时政，或者说除了去当五毛粉红去夸政府去当大外宣以外都不可以。
而你有任何一丝一毫跟这个政府中央政策不一致的地方，你都可能被扣上境外敌对势力指使的帽子。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的五毛粉红他们都不敢说话了，他们有时候账号都被封，都被禁言，他们有时候都被另外别的粉红骂作太软弱，骂作汉奸走狗。就是这个风气起来之后，你必须说的特别极端，越极端越好，你必须要说这个宁肯台湾不长草也要解放台湾岛，对吧？你必须说这种没有人性的丧失理智的话，才能够证明你是爱国的。你只要稍微理性一点，稍微有点人性，你都可能会被那些更激进的人骂作是汉奸走狗，甚至说你是替西方带风向的间谍。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其实受害的不光是那些明目张胆的反贼，其实像我们这些很多明目张胆的反贼都已经跑了，都已经出国了，对吧？最后害死的，我相信相当一部分人都是自己自以为是爱国的那些人。这些人被扣上间谍的帽子，不是因为他们不爱国，而是因为他们被看作不够爱国。所以我们每次看新闻，看的不是某个具体的细节，不要去追究细节，而是要看一个大的 picture， 要看它过去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它的逻辑链条是什么，以及它预示着今后会发生什么。而今天中国国安部从幕后逐渐走向前台，开始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开始处处可见，这并不是一件好现象。这对于中国人来讲，可能会造成一种新的红色恐怖统治。这种统治是身心上的一种窒息，这预示着中国在越来越明显的走向警察国家和集权社会。而在这样的社会当中，没有人能够幸免。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